是中国7大古都之一。公元1127年5月，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登基称帝，即宋高宗，年号建炎，史称南宋。同年10月，金人大举入侵，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，先渡长江，经镇江、苏州，最终选择在杭州安定下来。1129年，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。1138年，南宋定都临安。南宋王朝历经了9位帝王，国祚152年，其在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成就，使南宋成为繁华富贵的一朝。临安，南宋的国都，也成为了世界城市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这是一幅南宋临安皇城图，描绘了南宋皇城的格局。皇城坐落在凤凰山路，方圆9里，东起凤山门，西至凤凰山西路，南起条肘湾，北至万松岭，一条御街从北至南穿城过市，直抵皇宫的北门，然后再越过皇宫继续向南延伸，来到祭祀天地的祭坛，与之相连的是当时皇帝朝拜祖宗时的专用道路，是临安城的中轴线，全长约4200米。经历800多年风风雨雨，南宋皇城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。然而历史已然在杭州这座城市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如今，杭州的许多街道、桥梁、坊巷依旧沿用着南宋时的旧称。与南宋皇城相邻的是西湖群山中唯一嵌入市区的山脉吴山。吴山之下集聚了3省6部，太庙、德寿宫、龙祥宫等南宋建筑遗迹10余处。现在的清河坊、御街一带，就是当时临安城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，也是杭州至今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街区。此外，23坊、五柳巷等也再现了临安城原生态的市井文化。这里的大街小巷，处处铭刻着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印记，堪称一部集历史、人文、建筑、工艺的百科全书。杭州自吴越起便是一片繁华之景。北宋初年，刘永的那首《望海潮》里这样形容这繁华的盛况：东南形盛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，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10万人家。南宋定都临安之后，百业云集，四海通商，人口迅速膨胀。咸淳年间，临安城已有150多万人口，而此时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。临安无疑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。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在临安城里，传统的坊市格局迅速被综合性的坊巷制所取代。临安数量巨大的坊巷和市集，成为那个时代繁荣兴盛的标志。南宋临安人追求高品质的生活，其对于美食的讲究和挑剔，令后人自愧不如。仅在《孟良录》中就记载有各式的菜名240多位。临安人的娱乐活动也十分丰富，来自大江南北的蹴鞠、杂技、说书、傀儡戏等日夜演出。朝廷还设有专门的教乐所，专为帝王将相表演各类蹴鞠和歌舞，使临安成为中国戏曲南北精粹之地。临安人还十分注重传统节气，《武林旧事》中说：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，初春时探春，春浓时放春，
另有祭扫、佛诞、避暑、立秋、中元、观潮、重阳、冬至等等节庆活动。节庆期间，人们倾城出动，其盛况丝毫不亚于如今的任何节日。临安的繁华让我们不禁惊叹于南宋的富足与文明。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，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，而造极于赵宋之时。马可·波罗在南宋灭亡后的元朝初年游历临安，也发出了这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成的感慨。世易时移，沧海桑田，南宋的繁华富贵永远地留在临安城的山山水水之间，临安的市井万象也永远镌刻在杭州人集体的记忆之中。虽历经800多年沧桑，南宋皇城的繁华与深厚的历史文脉，在其核心区域清河坊、御街历史街区得到较好的保留与传承。这里不仅汇聚了胡庆余堂中药文化、南宋官窑烧制技艺等100余项国家和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还集聚了万隆火腿庄、王兴记扇子、张小泉剪刀等100余中华家老字号店铺，被评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、中华老字号第1街和中国历史文化名街。南宋皇城旅游特色小镇以皇城遗址和清河坊、御街历史文化特色街区为核心，承揽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遗韵，整合皇城历史遗存和众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再现了一条穿越时空的南宋150南宋文化体验线路，集皇家文化、南宋风情、古都商业、宋学经典、宫廷养生5大主题产业，完美呈现出历史与现代交融、传统与时尚辉映，一古一今的独特风韵。南宋古都，今日杭州，经典上城。这座城市在不断融合过去的繁华，也在不断孕育新的繁荣，以创新激发城市活力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迈向世界，向世人展示古今辉映的城市风貌，再现马可·波罗笔下美丽华贵之天成的迷人风姿。